是刘宇，是一名歌手、舞者、传统文化爱好者。这么多身份里面的话，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文化爱好者。我用国风和传统文化创造出了很多的舞台，去年登上了240多次舞台吧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属于舞台的。你看，我今年才24嘛，就是我觉得人生一定要不断的去尝试，给自己下了个挑战，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办一次个人演唱会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很早很早之前就在心里预设过了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演唱会，所以一心想要把国风这个领域可以做到更好，然后就结合了现代舞和流行舞还有民族舞融合的国风和传统文化，在我的演唱会上也更加的明确。跳舞是件很快乐的事情，人能够找到这样一件快乐的事情很难得的。我觉得这是人类对于四肢的最高级的一种情感表达。我从4岁开始学舞蹈，因为我爸是舞蹈老师，从幼儿园开始跟着他上课，每天下了学之后呢，就去那上1个小时的舞蹈课，然后就回家开始做作业，然后吃饭睡觉。我觉得每一个学舞蹈的学生他都很能吃苦。比如说，这个是把杆吧，这是人，然后这是腿，这样的状态，然后老师呢就会从后面把你的腿拎起来悬空。就是它会荡一下，它那个韧带它荡，它就会越荡越开，越荡越开，越荡越开。因为我小时候学舞蹈啊，印象最深刻的是考学的时候，可以接触到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考生，然后你会了解到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的这种感觉。大家的腿搬在哪里，你的脚背的绷直的程度是什么样的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但是我入学第1天开始，老师也告诉我说，你这个身体可能不太能跳。大家能练这个，但是我练不了这个。哎，我以前都是第1，我在这我为何要做那个咸鱼？这个照片是1周岁的时候照的。当时照了几张，然后后来就觉得这张挺可爱，质量还挺好的，一直留到现在都还行。这个是我俩在家里，7、8岁吧。决定退学这个事情，你们也支持吗？那个时候他手也受伤了，腰也有伤，老师就建议他是休学嘛。那天很正式的跟我说这个事情。我对他望了一眼，我说你想好了吗？他说想好了。好，那你就按照你这个想法去做。当一个人需要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很痛苦的时候
如果说能得到一个自己最亲近的人支持的话，那这个对他来说这是一股力量。这个是参加国风美少年的时候，新疆舞的一个剧斗，他很有目标的，而且他舞蹈从来没停过，他只是没有在教室里面去上课。各位导师好，我叫刘宇，今年18岁。我的人生是自己做主的嘛，你只要有一技之长，我觉得干什么都是 OK 的。生活哪儿不是舞台，在哪儿都能跳。互联网那么发达，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给你跳舞。我看过他几段小视频，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传播国风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国风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。恭喜刘宇荣获巅峰 Passion 男歌手。我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在中式美学下享受东方音乐，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。我希望从国风当中找到突破口，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，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的打包技术还可以啊，很好的，一点也没漏，好得很。我们这过年每家每户都会煲鸡汤。Hello， 你好，哦，双手。我妈以前是县城文工团的歌手，我爸妈是在我7岁的时候分开的。然后我妈带我出去住了之后呢，因为她要撑起一个家，然后就要去工作。放暑假、放寒假，我就会跟着妈妈一块儿去工作。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有舞蹈节目可以让我有参加的，我就会把在艺校里面学的舞蹈搬上她的舞台，然后在她的舞台上演。从暑假回到学校，老师甚至会发现我的基本功更进了一步。给你泡点炒米，放点锅巴啊。好，给你捞点歪。好吃。现在养了多少只鸡？一开始是养了1000只啊，然后过年的时候，然后再吃掉一些。我一直觉得我妈是个比较要强的人，她有种情绪也不太会表述出来。我经常会跟我妈说，其实你不太需要工作嘛，因为我每个月可以给家里一定的经济的一些支撑。那我妈可能并不是这么想的，那她会一直想要有自己的能力，有自己的工作，也不断的去在尝试不同的行业。我今年才24嘛，我只有在不断的尝试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，我才能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真的热爱的东西。你就送到门口呗。拜拜。拜拜。先对台本是吧？那我们就看着这个流程台本，简单的过一遍。这样我觉得可以教大家唱黄梅戏的经典片段。我希望通过演唱会不断的去加深大家对于传统戏曲的这种印象。比如说黄梅戏来到合肥之后，我觉得哇，它应该成为我们家乡的一个代表，因为黄梅戏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听过。当时在演唱会的时候是想让台上可以有戏曲老师陪我一起去唱歌，但是就在想到底请谁来，特别苦恼。然后坐着车回家的时候，突然转头一看，我妈就坐我旁边，她就是会黄梅戏的呀，我们何不尝试一下呢？
这次在演唱会当中，我融入了很多民族民间舞、古典舞和流行舞各个地方非遗文化的展现。那我们就换衣服再试音吧。有的时候各个明星啊也会给我发消息说，哇，我好像看到你的粉丝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们都穿着汉服。其实这点很自豪，穿着汉服走出门，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。我整套其实是魏晋风，我穿的就是一套明制的汉服，对金和宋制，然后加上一些披带，脸上这边是用那个女书写的光明。可能周边的路人啊，他们看到我们穿传统服饰的时候，也能很好奇的问我们，你们穿的是什么？哎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穿？我觉得就是都能给大家去散播到这一份的文化。我说我希望自己可以成长为一个比较闪亮的光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光芒就会无限被放大。还有1分钟呢，还有1分钟。好，艺人上升降了。成长，我的公子又在何方？为求你啊，你家远水了宽帆中船圆，中船圆中好宝它空花好啊，好新鲜呐！这是一我现在在做的事儿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，把这些传统文化、非遗文化可以浓缩在我的作品当中，在舞台上有一个新的呈现。再回到梦里，怀你日温柔之下。通过演唱会的影响力，让全国的观众都知道，甚至是传播到海外去帮助我们的传统文化发光发热。为什么大家来看演唱会，你只能听到一些旋律和看到一些画面，那人为什么要去享受这些东西？我觉得一定曾经给他带来过力量，那他来奔赴现场寻找自己的热爱，那这个就属于感情的一部分。国风也可以是一种感情。拜拜，辛苦了，晚上见，晚上见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可能是2年前吧，在一条评论当中看到的，刘宇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国风路线，哪怕不在这个行业，如果你转幕后了，也请你一定要坚持国风路线去走下去。如果我亲吻过日落，能不能将心事也带走？再有今生海老，起了树洞，总有人听懂。哪怕这世界休谟，哪怕我看不见晴空。